你可以想象这是以前的嘉陵虎山吗？好久以前的事哦。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有好几千人报名，我就很幸运的就是通过了3关。哎，小姐，你的帽子。谢谢你啊。哎，30多年呢。对了，我还以为我现在20多岁，其实想得美。我一人精彩。我是曹建平，我是汤妙玲。我参加的那一届是第9期演员训练班，就是1989年呐。没想到这么快就毕业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哎，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嘛。就是有一个朋友，她其实是我朋友的阿姨来的。她是说，哎，来，演员训练班，招考演员，我们2个都报了名，但是我的朋友的阿姨没有被录取啦。我那时是在念中4，那一年呢，我的学校呢的同班同学，他们就很疯狂，哇，每个人说豆哥经理来了，豆哥经理来了。我还记得就是在博胜中学，那个同学叫 Grace， 他们就拿了4个表格，就递给我一张，哎，建平，你去参加豆哥经理吧。我还记得我第2天的会考是 Physical Science， 我今天是大决赛。那时候比赛完了之后，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学校的 duck shop 我的那个校长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曹建平 ，You done our school proud。过了2年我就去服兵役，那时候刚好就陈碧凤跟我很好，就把我推进了那个拍戏的行业。那时候我就去参加演员训练班，就是第9期的演员训练班。演员训练班不是说因为你是歌唱艺人，你就有优待，走后门，没有的。我还是跟很多人这样一关一关试镜，一关一关通过。虽然那个训练班只是为期6个月，但是我们学很多古装考、时装考面对镜头怎么看着远方走了流眼泪我们要流眼泪，一滴眼要流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有好几千人报名啦，那么那几千人其实都要经过面试的，面试了之后，他就选200个去进入第2个阶段。那么我就很幸运的就是通过了3关，然后进入了训练班。我们毕业了之后，就是offer 那个合约当全职演员啦，可能大概20个这样吧。三面鸮是我的第1部学戏，对。我记得我所谓的第一个初吻就是跟鸡嘴拱。只要能见到你，就算回去给爸爸骂的话，我也不在乎。就是轻轻的这样点到为止的一个初吻，在荧光幕的初吻是跟金曲宫。雌雄大盗有一些戏呢是在英国发生的，所以我们也不是，但是我们不在英国拍哦，所以我们就在我们新加坡穿着那些冷衣大外套还放下雪这样还披围巾是热到真的是太过热了。快说，你快说，我愿意，不然的话，你连练班的最后一面都看不到。德父，韶光因为就迷恋我嘛，因为他是演一个有点不正常、有点变态的，那么我就整天给他折磨
我记得那一个戏，很多那种情感哭啦，我觉得是最累的一部戏。汤妙玲和曹建平2位演员训练班的好同学，在《多多富贵多多情》剧中同台演出，留下深刻回忆。哎，小姐，你的帽子。那个时候我跟建平2个就是演那部戏是《多多富贵多多情》。你真有本事啊！这没什么，举手之劳罢了。我们在那个拍他的片头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苹果，这样2个人这样，那么不小心就亲到这样，他很高兴啦，他。那个荧幕初吻是因为我们的片头主题曲，因为我唱的《幸福哈哈镜》，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尴尬，我们觉得好玩了，就在玩这边玩。你拉快点啊！怎么这么慢啊？我记得我拍《生命街车》的时候，就是我唯一的睡觉时间，就是当他们在打灯的时候，我们睡不到一下子，买位，买位，哇，就去买位，连妆都没有打理，因为那个时候是演那个落魄的50年代从中国跑来南洋的一段故事。大头，你怎么会弄成这样子的？大头，发生什么事了？1980年代，为了发展自制戏剧节目，当时新加坡广播局招募了100多位香港戏剧幕后人才。今年81岁的夏川是当时的演员训练班导师。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办训练班，训练孩子们演戏。从第5期5、6、7、8、9、10 6批，然后才华横溢出新秀的1、2、3，都是我有参与。Hello， 我们夏老师来了。你好，老师，哇，好久不见。王玉清是第3期演员训练班的学长，也曾是本地电视剧的一代偶像。我们招生的对象也是各个年龄，包括外形属于坏蛋的、反派都要，因为我们什么演员都没有嘛。我们要拍戏不能清一色全部是俊男美女，不可以。老师，你还记得你有叫我们在地上找针吗？对，他带我们到动物园看动物，然后呢，要我们表演一种动物。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演小品啊，老师也是坐在那，每天看你的同学演，自己也有演，就是连续了大概6个月，对，其实越演越舒服啦。要说妙玲的话呢，在他们这一届当中，无疑是非常优秀的。当然，她是属于外形漂亮的一类了啊，是我们说是花旦。那么后来她果然这条路走得相当的不错，在他们这一届当中了。蛇，对。蛇，你看它，蛇不动的时候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可以想象这是以前的嘉里古山吗？都夷为平地了，怎么敢想呢？现在好像回到家的感觉，对不对？一起走过的日子，对不对？对。你还记得那是我们的E5，就是我们的艺人休息室，还有化妆室。对，那你还抬楼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如同已经夷为平地的一代造梦工厂，曹建平和汤妙玲先后离开了全职演员生涯。1998年离开的，有点冲动啊，就觉得我这样拍戏有些不太好的经验吧。哇，我还试过几天几夜这样拍，到了第4天第5天，我还记得有一次。基本上，他的那个导演这边 ，OK，3、2、1，Rolling Action。我看这镜头，我的表情是整个是空了，因为太累了。
我有说过，就是连续工作了大概24个小时这样。94年，对，我要打算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样的生活方式，感觉上就是不可能可以组织家庭，所以我觉得我放下的时候，我在不签约的时候，我反正觉得很轻松不会觉得很难这个决定。离开了之后呢，我就在美容院工作，开了自己的室内设计公司跟装修公司，大概有4年的时间吧。那么之后呢，因为有了小孩，我就希望我的工作比较flexible， 当时就进入了房地产。要讲的当然就是那个 developer 是谁呀？还有就是 of course 那个 location 啊。转眼间，妙玲已经是名有18年经验的房地产中介了。为什么我喜欢呢？因为他的工作时间真的是太过 flexible 了。我就在家工作，需要出去的时候出去，要不然就回家，在家看着小孩。也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顾客吗？就是你需要去找，就是印了那些 flyer 去一家一家这样去分啦。刚入行时，妙玲也必须放下艺人身段，到祖屋挨家挨户敲门分传单，或是打电话招客户。骂倒不会啦，但是就是你听得出他就是不友善了，他就直接就我不卖，他就盖电话。那么盖了就盖了，就打另外一个咯。共有2栋36层楼的私人公寓。就是因为以前拍戏的关系，我的同事就说：“你反正就是在镜头前面也是很舒服啦，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video。”看了这套公寓，您心动了吗？我觉得就是人家认得你的话，很多时候呢，就是很容易消除那个隔膜，觉得说你可能认识你是公众人物呢，他也不会是骗子这样的感觉啦。我离开的时候，我就去帮我的姨丈。我白天就是帮他做日本餐厅，晚上我就去读书。30多岁到40多岁那些年，我都在做活动，我就开了我的自己的娱乐公司，做 dinner and dance 啦，通常很多 event 都是我自己做主持工作，然后很多商家那时候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唱2首歌？可以呀，叫我唱歌我一定 OK 啊，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本身我喜欢做的东西。建平现在主要从事带旅游团出国的工作。我在做 events 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朋友，你可以当领队啊，什么去看看外面啊。我说好啊，那我去试试看。我每次在车上，一定会有客人认得我。唱歌，Marcus， 你唱歌。然后我就说好唱，我就唱。我还记得我在唱的时候，哇，外面是雪花飘飘，真是大下暴风雪，我在唱那个一剪梅嘞。那我觉得哇，那种愉悦，我也不懂你们可不可以感受到，我是真的一边唱一边觉得很开心。妙玲现在是2个孩子的母亲，23岁的大女儿林哲慧已经大学毕业，投入职场工作了。Yeah, I think when you're younger,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your mom being a celebrity. So I used to go out with my mom, we used to go for lunch, and people would always stare, and then they stop her halfway, and I'm always the designated photographer, so I'm like, okay, pass me your phone, that will help them take photos. So I think as a kid,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she's famous, but I just thought like, oh, everybody wants a photo with my mom. 当年的影迷来信，拍摄的杂志封面，还有1991年获得10大最受欢迎男女演员的奖牌，妙玲依然珍惜收藏着。入围10大，我那个时候自己都有点难以相信，因为我才进去公司才1年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代表作，所以那个时候当他打电话来，我还记得我还问他，
我说我是汤妙玲，他说是啊，你入围10大啊。我说哦，是啊，就是这样。Look at all this cute little So colorful, so cute. people. Yeah, I know. What's that? A lot of people always ask me now, like, oh, your mom used to be so famous. Why did she stop acting? Then I always say, me. Oh, better, mom. You got a lot of suitors. And I love her very much. And I know that as a mother, she has sacrificed a lot for me. And I'm very proud of her. And I think she's so very proud of me. 可能我们的满足感已经不在于从当个演员那边拿到的，其实我觉得是从看到孩子啊，看到家庭啊，看到自己的生活拍子，得到那个满足感。哎 ，Grace， 嗨，建平 ，How are you？ ，Fine。尝一些甜品。基本上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会邀朋友回来，哎，来家里，我在家，妈妈也在家的，所以都过得非常的平凡。当年鼓励建平参加斗歌竞艺的中学同学 Grace 很惊喜地看到，建平还收藏着报名表和精美的简报。我说哇，建平你有这样多信啊，哇，你还有这样多那些旧的广告啊，那些 report 啦，我说哇，很本事哎，你可以做到现在这样子，都已经几年了，你还收藏得这么好，我就觉得仿佛好像回去以前的生活这样。那些年就是一个小孩子嘛，什么都不懂，就是16岁，中四。那他是我同班的同学，真的帮我整理了很多那些我的简报啦，我的全部的东西又帮我弄到很漂亮，所以谢谢。哇，这些真的是。还有我们的资深演员汤妙玲，妙玲你好。邱大哥你好，祝8的听众大家好。近年来，汤妙玲再度回到荧光幕前展现演技，或是在空中与听众相会。这位阿姨是谁？哎呦，像阿姨嘛，看清楚。你这个人真不会讲话，你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下来阿姨啊。尽管叫阿姨啦，是应该叫阿姨的。其实我喜欢上这些综艺节目。老爷厨房之蜜佳肴，哇，今天又碰到大美女，你好。因为很轻松嘛，录影几个小时，也挺好玩的，也能增加很多知识啦。汤妙玲的口有没有这么大呢？其实我觉得我现在回来上这些节目啊，还是什么，我喜欢的就是要见到老同事、老朋友。离开了大概6、7年后啊，我就回来演了一部英文片，叫《Mr. Kiasu》。What's wrong？ 之后呢就没有演了。其实真正回来演，好像就是这7、8年，可能好像我演第一主角，我演陈鸿宇的妈妈，本身就是一个妈妈了，在这个年龄的话，不可能去演爱情故事，好像以前的那些都不可能的。我们人生过了那一段，我觉得就过了。没有必要，就是一直停留在那，好像放不下这样。接下来，我们有请到我们新加坡的艺人曹建平大哥上台来继续。曹建平偶尔还在商演活动上亮相，担任主持或献唱。唱歌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那这些年来，不开心的时候也唱，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的唱。那现在如果你说这个光环还在不在？其实还在的，那个光环还在的，因为那个光环就是没有太多的人忘记我，我很安于现状吧，我觉得现在过得蛮好的。谢谢大家，记得我曹建平。
好久不见了，希望大家还依然精彩。妙龄、建平和当年演员训练班的同学仍然经常联系见面。尽管30年过去了，多数人早已离开水银灯下，各自东成西就，但还是惦记着那一份初心。说在第9期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没有在同一部戏里面合作，但是我们的心是连心的。因为如果拍戏各忙各的，那现在离开了反而觉得说聚在一起呢是一个缘分，要珍惜。1久久见一次啊，很多话题，然后呢彼此看了不是老了就白头发少了，不然的话就是各自都有发展啊。想起当年还是年轻小伙子的时候，还在训练班，大家每天都想说怎么去做小品啊，那好挣扎的事情，天天报道，对，天天报道，天天见面。其实妙龄在群组里面呢，他就好像我们的那个财政部长，因为有什么事的话，就是他一个人有包办。是我们在演戏的过程之中，学习的过程之中，是有很多叫做什么呢？哎呦，一下子想不起来。老了就是这样。老了就是这，你别这样子，你也不年轻。对对对。我每个阶段在做的东西都是我选择的，然后一步就成长，自己也学会怎么处事待人，觉得这些年都没有白过了，所以当演员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吧。我觉得说，如果当初我没有参加训练班的话，可能就找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应该还是会结婚生子，应该也是会有一些朋友 and all that。不过我没有办法想象啦。我觉得精彩要看你自己本身的心境。从那个时候当演员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很精彩啊。